大家好，我是石头。前两天啊，去山里面给台湾的大哥找了一些闲置房，但是啊，不尽如人意，房子还是很难找的。我身后的这栋房子啊，是前3年左右，一个偶尔的情况下啊，一个本地的大哥带我过来，看中了这套房子，然后呢就给他盘了下来。经过5个月的时间改造，如今房子已经快改造完工了。那这边院坝的位置，之前我们想到的是给它做一个硬化，但是后面想了想啊，毕竟这栋房子改造好了之后，肯定我是不会在这边住的，应该是留给一些粉丝朋友，让大家来租，然后在这边居住。那如果全部硬化，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想种点花花草草，那就很难去做了。所以我们这块呢，就给它留出来。如果哪个租了这栋房子，他给它挖出来，种点花花草草，铺点草皮，修一些油步道，我倒是觉得挺不错的。然后这边的位置呢，整个栏杆也还没有打的，等需要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栏杆给做起来。毕竟啊，这边的院坝距离下面的进村道路呢，将近有1米多高呢，还是要打个栏杆，这样子更安全一些。这边该沿的位置啊，之前我们是砌砖，在上面打了一层混凝土，然后不做粉刷的话，看到这些砖还是不太好看。所以呢，现在是用这个水泥浆给它粉刷一层。要不粉刷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看，上面是混凝土，下面呢是砖结构的。本来之前我们准备打院坝，院坝打一个10公分左右的厚度，大概到这里。现在这个院坝呢，暂时没考虑去打了，所以要把这边给粉刷了。然后还有这些小细节的问题也处理。看这边的稻草泥之前没有刮完的，现在也要给它去刮干净。然后上面啊好多灰尘，这边的玻璃啊都已经装上了。那现在我们走到房子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其实现在房子改造接近尾声了，最令我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门。我们这栋木房子啊，现在是砖木结构，有砖有木头。那整个大门到底是用铝合金来做，或者不锈钢来做，甚至于用木门来做？现在啊，最令我头痛的就是这个大门该怎么去做。因为我们把整个堂屋呢是延伸出来到这块位置，所以大门呢要从这边升基，从这里做。还有一种方法，我想到的就是铝合金做门框，然后做整扇的玻璃，类似于我们去年改造河边的那栋房子那样子。我觉得那样的一个方案好像也不错。先把其他的事情做完吧，然后呢再来考虑这个问题。最后6合金哦，可是他不得打死哦。他打死北京500打死。是的。刚才木匠师傅说啊，最好是用铝合金装玻璃，这样子它下雨了之后，它整扇大门它不会被雨水给淋湿。确实啊，这个提议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看一下1楼这边啊，卫生都已经打扫干净了，但是整个地面呢还来不及打磨，所以整个地面还是有点脏。因为前一段时间啊，我们都在这边做工，堆放了很多材料，所以灰尘特别的多。然后再来看一下整个房间里面啊，我们已经是全部打磨好了，然后是上了第1遍的底漆。看这个已经上过了底漆，它的整个光泽度呢要亮了许多。当然现在还是需要通过仔细的再磨一遍，然后再上1遍面漆，这样子也要好些。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墙呢，全部都已经刮上了大白，我觉得看起来还是不错吧。看比较简单，然后呢白墙的话透着灯光，也会给人的感觉更干净卫生一些。然后这边呢以前是一个凹槽的位置，我们是买了3块免漆板做了一个柜子，也是一个储物柜，以后这个房间的一些小物件呢都可以摆放在这边，还是比较实用的。
然后1楼是有3个房间，有一个卫生间。看这边2个房间也是差不多的一个处理，那边也是处理好了。然后现在我要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卫生间，因为卫生间已经是基本上做的差不多了。我们的瓷砖还有地板砖都已经全部贴好了。但是我们这边呢还是没有做一个隔断啊，因为要等到安装玻璃的时候，我们再从这里装一面玻璃，做一个干湿分离的。前面这边呢是一个马桶，然后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洗衣机的摆放位置，前面呢才是洗脸盆，这后面呢是一个灯便池，这边是水箱。看洗澡的话，水是往这边流出去的，然后上面呢再做一个吊顶，装一个浴霸。我们所有的灯线呢，还有水管全部都是预买好了，而且我们这些瓷砖呢都是顶着这个吊顶去贴的，这样子呢也更便利于打扫卫生一些，干净一些。然后这个房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间的话也是差不多15到16个平方左右。以前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房间。我们刚来的时候确实房间没多大，因为房子的进深只有6米，然后呢开间差不多4米左右，4、6、24个平方。然后呢我们两边扩建了1.2米左右，就差不多整栋房子的进深呢达到了9米左右。然后从中间作为隔断，作为2个房间出来，还是挺宽的。这边呢是做了一面隔断墙，里面呢是安装了隔音棉，用木条打上的基础，然后是用那大的木方啊。先做个隔断，这样子是很牢固的，里面是好几层的，里3层外3层，包括这些墙板都是里3层外3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白墙，是不是就是砌了砖之后这样子刷墙？不是的，我们是在里面打了木方，再钉上胶合板，上面再钉上石膏板。你看这一面墙就有3道工序，外面那边墙又是3道工序，6道工序。所以这栋房子我们做工是做的非常的多，基本上用了很多人工吧。那现在我们走到厨房那边去看一下啊。这边是连着客厅一个过道通往厨房的位置，这里也是一扇大窗户，然后这也是一个公共区，后期在这边喝茶，放点茶几也是挺不错的。那整个厨房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处地方了，是一面大玻璃，然后这边呢全部贴上了地板砖。这个地板砖我们选择的也是和木头比较接近的颜色，这样子呢显得更搭配一些。你看白墙加上黄颜色的地板砖，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灶台的位置了。这边都贴好了瓷砖，整个瓷砖呢我们是紧贴着这个顶来贴的，然后这边呢以后打一个液化气的灶台，便于打扫卫生。我们的排插线还有都已经预留了。这边呢是一个柴火灶，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柴火灶。可能大家会说，类似于民宿还去做一个柴火灶会显得不伦不类，但是我觉得既然来到农村来养老，还是要有一口柴火灶才更有家的感觉，对不对啊？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的木房子里面长大，每天盼望的就是傍晚的时候，爸爸妈妈呢把饭菜都给煮好了，揭开锅盖，你看这样子一揭开锅盖，看里面有什么菜，手一拿就可以吃了，是不是？特别怀念那种小时候的味道。然后2楼我会单独的给大家做一期视频，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那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并且在视频的下方多多留言点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我是石头。上一期的视频我们是带大家看了一下1楼大致的一个情况，整个厨房的地板已经全部贴好了，而且这个砖墙也粉刷过了，
效果呢，大家觉得如何呢？那这期的视频啊，我们继续在1楼这边做工。然后1楼的位置，我们要给这个幕墙板、领子还有方子上木蜡油了。然后在房间的位置，我们还专门留了一个师傅打磨这个地板。然后呢，我要去做一点点这个木板的处理。现在专门有个师傅来刷这个木蜡油，然后呢，里面还有个师傅在打磨地板。我的工作呢，处理这些小问题。这个之前我们在砌砖的时候，是留了立柱和这个砖墙之间留下了一个缝隙，然后让木匠师傅用木板把它这样子给填充起来。但是这个木板的颜色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和这边的立柱啊显得就是格格不入吧，颜色偏差太大。然后呢，用这样的火枪给它碳化处理一下，这样子我感觉和这个立柱显得应该会更搭配一点点。朋友们，那这边已经处理好了，然后还有这边好几个位置呢，这边也需要处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房间，然后是有个师傅啊，在这边已经打磨好了，现在正在上这个油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地板上了油漆之后，它整个光泽度要好了许多，颜色区别还是非常大的。我们买的也是比较好的油漆，到了明天上午基本上就全部干了。还有这边，我们是用木蜡油刷了第1遍，现在呢刷第2遍的油漆。刷这个油漆的目的呢，它光泽度会更好些。再一个，它会对于这个木头呢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尤其是这些边边角角啊，油漆一定要慢慢的去给它刷好。毕竟改造一栋房子是很不容易的。一旦是做了之后，我们还是要把所有的一些细节啊工作都给做好。还有这个房间已经是刷好了油漆，今天上午刷的，但是现在我们是不能踩进去啊，基本上也快干了的。看一下整个杉木的颜色，刷了油漆之后还是很漂亮的吧。我们整栋房子啊，现在是实木的地板，加上白颜色的墙面，然后呢，上面的吊顶也是实木做的。走到里面，是不是这栋房子感觉不像木房子了，对不对？其实这样简约的一种风格，住在里面呢，挺舒适的。木地板呢，住起来又非常的干燥。然后平时我们把卫生打扫干净了之后，换了拖鞋，我们都直接可以光着脚板踩进去。住在这样的房间，我觉得真的很舒服啊。然后这个房间啊，也是刚刚才刷好的油漆，现在也是不能踩的。这个房间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房间了，也比较宽。然后呢，房间的背后是留了一个窗户，还做了一个储物柜。然后这边呢是紧靠着过道的位置。那整个1楼客厅还有过道这边呢是现在啊还没办法打磨，因为呢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我们又买过来一些石膏板，在2楼呢改造的过程当中还需要用到一些石膏板，
还有木方，还有板子。今天我们又买了很多材料过来。那这边就是我们的厨房了，然后还有这个墙面啊，我们只是刮了第一遍的这个栗子墙，整个它的颜色呢还不是那么白，因为这个地板还要打磨，打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很多灰尘，所以呢要再次的去刮第二遍的这个大白墙。那这边过道的位置啊，我们留了将近是1.6米的宽度，我们要让师傅呢在这边做一个推拉的玻璃门，主要的就是防止厨房里面炒菜的时候有些油烟可以散发到我们的房间里面。然后这边的楼梯呢也做好了，整个这边厨房这里啊还是很宽的，但是这些天都在这边做工，所以我们的这些锅碗瓢盆啊，还是随意的去摆放吧。那每天呢，我都还是在这边给师傅们煮饭炒菜，大家都各自忙着各自的工作吧。上一期的视频啊，我们是给大家说了这个院把的位置，暂时不做硬化，我们先给它留出来。后期如果有朋友在这边租了房子，想硬化的话，我们再硬化；如果不想硬化的话，直接铺上草皮就可以了。这边啊还剩了很多沙子，如果要硬化、要修路的话，这些沙子吧都可以用得上，都是有之前我们贴地板砖的时候买过来剩下的沙子。然后这边的墙面啊，大家一直都没看过究竟是怎么处理的，那在这边呢也给大家做一个交代，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处理了之后的效果。以前大家还记得吧？这是一面木板墙，然后呢两边是砖墙，整栋房子的进深呢是6米左右。我们加宽了之后，两边的砖墙呢一加宽，就整体到了9米左右的一个进深。然后呢，这面木板墙和砖墙之间就是显得格格不入。然后呢，我们是和房间里面相同的装修方法，用木方打上了基础，然后呢，在上面贴上一层胶合板，再铺上一层石膏板，再刮上这样的稻草泥。稻草泥呢是刮了3遍，第一遍是白颜色的底灰，然后呢是白颜色的稻草泥，再刮上黄颜色的稻草泥，在这上面呢再涂抹了一层水面油漆，它起到一个防水和保护的作用。实际上大家可能会说，这面墙如果下雨，雨水会不会侵蚀把里面的石膏板给弄湿了？并不会的，因为我们上面的稻草泥它都会起到一个隔湿的效果。然后呢，我们上面还有一层这个面油呢，还有这底下呢，我们依然是留了一些通风透气的一些孔，这些都是砖孔。我们还买了一些不锈钢的钢网，要把它全部给这样子，给它覆盖起来，它能够通风透气，但是蚊虫和老鼠都是进入不了房子里面的。那朋友们，给你们大概看了一下整栋房子的情况，然后视频的最后我也想有个问题想问大家，你们觉得整个院把的这块做硬化好一些，还是不做硬化，种上草皮，种上花花草草好一些呢？欢迎大家在视频里面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好不好？那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并且给我们多多的支持啊！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我是石头。前2期的视频啊，都是给大家分享了这栋房子的1楼。那今天呢，依然是2个师傅在1楼做工，一个师傅在2楼做工。今天木匠师傅也回家了，我们现在呢只剩下3个师傅做工了。接下来这栋房子啊，马上就要改造完成了。我们先带大家走到2楼去看一下，有位
师傅在上这个地板的油漆，待会儿呢再到1楼来看。从这边走上去啊，现在木匠师傅啊，前2天是把这个楼梯的踩板做好了之后，现在走起来啊更方便了。我们现在已经走上来了，但是现在是不能进去啊，用这块板子挡住了，里面是有个师傅在做工。我们把这个地板啊全部都打磨了，现在正在上油漆，先上一遍底漆，上了底漆之后啊，再用手工打磨，然后再上一遍面漆，这个样子呢，整个地板的工作就算完成了。这房间里面也是打磨好了的，这是杉木的地板，打磨出来颜色还是比较亮的，上了油漆之后光泽度会更好一些。这边的整体效果要等2到3天之后才能够给大家去看了，因为要等这个油漆干了之后我们才可以踩进去。像我们这个1楼的位置啊，还没有打磨，因为这些天呢还在做工，我们还要爬上爬下，然后还要进入厨房，所以这边的地板很脏，对不对啊？实际上我们2楼之前也是这个样子的，给它打扫干净之后再打磨出来，也是光泽度很好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地板呢，只是这一段时间我们是做工啊，踩来踩去比较脏而已。现在师傅在里面刮2次的粒子墙，我们走进去看一下。这边是之前我们买的油漆，还有这些不锈钢的钢网，这边还有点点桑拿板，在楼梯间的位置我们要用桑拿板做一个吊顶，所以呢也要把2楼的这个油漆做好之后才能够上去做。然后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刮了第2遍的粒子墙，这边是已经刚刮好的，然后这边呢是正在刮，然后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用木方做的一面隔断墙，之前呢是整个一大间，现在隔出来做了2个房间。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踩的这个地面呢是已经上过了油漆，整体的效果呢就是这个样子。实际上啊，现在是可以用拖把适当的打湿，然后在上面拖都是没什么关系的，因为这个油漆呢它是有一层保护作用的。这边的墙面啊颜色还是不怎么白，因为这个是才刚刚刮的，还没有干，等明后天再来看的话就非常的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卫生间里面，我们是留了一个小窗户靠近这边，然后这个位置呢是准备装一面玻璃做一个干湿分离的，这边是装了蹲便池，然后洗澡的水是往这边排出去。那这里呢是一个马桶的位置，这边呢是洗衣机的位置，然后这个位置呢是洗脸盆的，洗脸盆的这个排水管已经全部装好了，这边呢还有排插，这边是冷水管和热水管，这边也是一个排插。现在整个卫生间里面啊就插这些设备了。然后这个顶啊，我也想问大家比较纠结，你们觉得
要不要再做一个吊顶啊？如果不做吊顶的话，就可以看到上面的木板还有这些线管，真的挺不好看的。做一个吊顶的话，估计也要1000多块钱了。因为整个卫生间做下来的话，需要的东西还是挺多的。之前有很多朋友给我建议，这栋房子多建2个卫生间。实际上我们的经验啊，建了房子这么多了，一个卫生间最少的费用都要1万多块钱。如果多建2个卫生间的话，整个成本要增加好几万呢，挺纠结的。师傅他们都在忙着做工啊，我们还是不去打扰师傅他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院坝吧。我觉得挺纠结的，因为整个院坝如果不去做硬化的话哦，时间久可能会长草，还可能会长竹子呢。但是做了硬化之后，又显得好像没有生机勃勃了，对不对？还是想一想，我们把这些砖头啊，还有这些废弃的建筑材料全部清走，然后呢，我们再看把这个地平整一下，到底要不要把这个硬化给做起来。这个位置啊，今天也准备要给它去处理了。你看，底下是白颜色的，上面是黄颜色的，这个显得也不好看。其实这么看过来的话，估计还会有好几天才能够把这个事情给做完。所以呢，到时候我会整体的再去给大家做一个总结，这栋房子究竟是花了多少钱，然后用了多少时间，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这期呢，我们还是只能给大家看一个大概。待会儿呢，我也要进去给师傅们煮个中餐了，顺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前些天砌好的那个柴火灶，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柴火灶，还是挺好用的。但是这些天呢，我们的师傅是比较少了，每天我们就昨天还是5个人，今天只有我们4个人了，所以我们就不用这个柴火灶用来炒菜了。然后这边呢，我也是开好了锅，在这边呢也炒了菜，现在给它全部打了油，给它放在这边，还是用液化气去炒。然后这边呢，我们为了是方便打扫卫生，整个这一面墙呢都是贴上了瓷砖，这边也是留好了排插，上面是油烟机的排插。这个底下呢打这么高80公分的灶台，一直打到这个窗户的位置。这边呢也都是预埋好了这个水管，有冷水管、热水管，这边还有个洗菜盆的排水口。基本上所有的工作吧都接近了尾声，也快完成了吧。那剩下的就是一些打扫卫生啊，还有一些软装修，比如说一些家具开始要进场了。基本上拍完这几个视频之后啊，可能就不会持续的去更新这边的视频了。到时候呢，我们整个团队也要回到老家那边，继续帮我们家的那栋房子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要去做完。然后呢，在年前我还会争取到大山里面去给大家分享一些闲置房的视频。好了，朋友们，这期的视频啊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吧。我是石头，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订阅，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大家好，我是石头。前2期啊，我们都是给大家分享1楼的情况，因为在2楼的位置是专门有个师傅在打磨上油漆的。那今天呢，依然是在上面上油漆，但是2楼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整个2楼大概的一个情况，然后楼梯口的位置，我们也是给它重新做了一下，做了一个改变吧。做这个墙面和我们在房间里面做的是相同的方法，先打上这样的木方，把框架打出来，然后在上面钉上板子，
再钉石膏板，再刮上稻草泥的墙或者白颜色的栗子墙。这个样子呢，就很好的把这个镀锌管包裹在里面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厨房这边呢，现在是全部刮好了栗子墙，这边呢也是贴上了瓷砖，这个灶台也打好了，是不是挺好的呢？那现在走上去看一下。其实我要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整个楼梯啊，这个位置变化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做工的时候一直没给大家分享。那现在我们就镜头来看一下啊。这边之前的楼梯口啊是露天式的，从这边走上去，然后屋顶上呢是没有盖的。那这些天呢，我们是把这个楼梯口全部给盖起来了，这边还有一面墙，然后整个吊顶啊全部都做好了，都是桑拿板来做吊顶的，相当于呢是把整个楼梯口加盖了将近有10多个平方。然后这边是房子以前原来的墙板位置，大家看一下，这边都是黄颜色的稻草泥墙，这边呢就是木墙了。那怎么去做的呢？走到外面给大家解答一下。慢慢装吧。看，我们就是和以前木房子的2楼相同的做法，用镀锌管来做基础，然后呢，这一面墙全部都是用木方，然后加上板子，加上石膏板给它做起来。这上面呢，全部都是用镀锌管来做。然后整个这块位置呢，我们也重新做好了防水，并且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这块位置也是刷上了白墙，然后这个出檐的位置也是用石膏板做的一个吊顶，显得呢也是比较整洁干净一点的。这边的白墙啊，大家看一下效果究竟如何呢？实际上这么一做了之后，把整个楼梯全部盖起来了，我们整个这个露台呢就不需要再重新盖起来。以后呢，这边我们就用不锈钢做一个栏杆，在这边啊接了灯，晚上的时候我们3、5个好友，买一把这个户外的伞，在这边喝喝茶，看看风景，是不是非常的好呢？那可能这个时候啊，很多朋友就想问，为什么不把整个这个位置打一个凉亭呢？打一个凉亭，首先我也是想到了，但是建这个凉亭的话，可能会占用一部分的位置，再一个它整个面积很大，如果建一个凉亭的话，是全部建不完的，只能建一部分，这个样子呢，花的成本是非常大，但是所能用到的也用不了多宽。如果是用玻璃全部给它盖起来的话，我们这边冬天都会下雪，玻璃的话是盖一个平面，肯定不会那么斜，所以呢，这个下雪一积压，这个重量就非常的重，我就担心啊，这个承受力不行，毕竟是这么大的一个宽度嘛。看前面到后面到前面将近是8米，然后这边到这边也是8米左右，这个跨度呢就非常的大，确实不太好做。后面我们就商量把这个楼梯口给它盖起来，然后呢，以外就全部给它露出来，这个样子我倒觉得非常的不错，你们觉得如何呢？我们也可以过来看一下这个重新盖的位置呢，我们盖的是树脂瓦，这是一种胶瓦，基本上几十年时间也没什么问题。然后那边呢是琉璃瓦，两种瓦的颜色是比较接近的，都是青色的，我觉得显得还是比较搭的吧。这边如果再盖这个琉璃瓦的话，确实不太好盖吧。然后还可以再看一下我们那边的正屋，也就是盖琉璃瓦的位置，要比这边要稍高一点点，所以这个样子呢，就不用担心这个雨水呢会顺着那个缝隙流到楼梯间里面。
这栋房子的改造啊，经历了这么久，其实特别有那种家的感觉了吧？我觉得有感情，确实这里的一砖一瓦，这里的每个地方都留下了师傅们的脚印，挺不容易的。刚来的时候房子啊破破烂烂，到如今的这个样子，真的有深深的感情。可能这个房子的视频呢会再更新几期，然后呢这栋房子的改造也即将完成了，接下来可能又会继续回到大山里面给大家分享我们湘西这边的闲置房屋。那2楼的地板还没给大家去看的，现在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去看一下。现在是有个师傅在里面做工的，然后上的是油漆，我们就不能踩进去了。前2天也是打磨地板，整个院子里面飞尘特别多。我觉得这样的杉木板做出来之后，整体的光泽度、颜色各方面还是挺不错的。这个地板的油漆我们要刷3遍，也要打磨3遍，还是比较麻烦的。然后这边的玻璃还没有安装。2楼的改造啊，基本上是接近了尾声。师傅把这个油漆全部上好了之后啊，再把这个房门玻璃安装起来，基本上2楼的工作啊就结束了。然后1楼呢，前2期视频也给大家分享了，基本上大概也结束了，还有1楼的地板还需要打磨。然后现在剩下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个院把了，到底是要不要做硬化？如果要硬化的话，我们整个这个水平还要重新给它整一下，意思呢也就是把这些杂物呢全部清理，高低不平的位置要全部给它整出来，再做一个硬化。然后背后的这块位置啊，到底该不该打栏杆，现在啊也是考虑的比较多。其实大家也可以在视频里面呢多多的评论留言，说说大家的一些想法，比较好的石头都会去采纳。那说了这么多啊，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吧。如果喜欢的话，还请记得给石头点个订阅，并且多多的点赞啊。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大家好，我是石头。上一期的视频啊，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这栋房子的2楼整体的一个情况。我们把楼梯、过道全部都已经做好了，并且是重新盖了树脂瓦，然后把过道的一些墙板啊都全部分享给大家。那这期的视频呢，我们是专门留了2个师傅，在地下室的位置，我们要做2块盖板。之前刚来改造房子的时候啊，在地下室我们是做了一个发粪池。已经把板子都做了一大半，留了2个检查口，要把这个盖板给打起来。那朋友们，我们现在就走过去看一下。然后这块位置啊，我们想还是要给它挖出来，可能要用竹子做一个篱笆院子，在这边呢种上一些花花草草。毕竟整个这块呢将近有1.2米的宽度，种点花花草草还是挺不错的。这个厨房的顶上啊，全部都做好了，现在还要做一个栏杆。吃物罐子整开了没得差的。这个发粪池啊，之前我们刚来改造房子的时候就已经建好了，然后这里呢留了一个检查口，那边呢还有个检查口，所有的污水呢是从这根管道进入发粪池里面，其他位置呢已经做好了盖板，现在就要做这2块盖板，
我们是用这样的瓷砖，这个瓷砖呢，之前是贴那个卫生间和厨房剩下的，也切割过了，没用了，我们就直接做一个盖板，用这个倒一个模，然后把这个覆盖起来。以后呢，这个化粪池还可以给它打开检查的。然后整个地下室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的高度啊就是这样子，1.7米左右吧，最高点。所以呢，这底下基本上不能用来干嘛了吧，就是堆放一些杂物而已。还有这边，之前我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长的竹子，现在没看到阳光了之后，这个竹子啊好像慢慢的也开始干枯了，到明年开春应该是长不起来了。其实整个地下室这边还是挺宽的，将近有50-60个平方左右呢。我们之前改造房子的时候，在房间里面有个柜子，我们都给它搬下来了，在这边放了点东西。之前做工啊，这里是放我们的工具。虽然这个盖板是没有多宽啊，但是我们依然是要从上面放上钢筋，这样子呢会更结实一些。基本上和这个化粪池的这个板是相平的。它因为是这边之前打好的，这是刚打好的，中间呢它会出现一个缝隙，这个板子呢是可以随时打开的。就吃饭。我们刚来改造这栋房子的时候，建这个地下杂物间，很多这个粉丝朋友啊，就给我们回复留言说，在这底下建一个车库，这样子比较好。其实当时候我在视频里面也给大家回复过了，我说我们这栋房子虽然没有多大，但是呢，我们房子的外面还有这边还有房子的侧面都是可以停车的。然后我们这栋房子啊，以前它的旁边啊全部都是老宅基地，都建的有很多房屋，老百姓的房子呢都是紧挨着建在一起的。但是村里面的老乡呢，大部分都嫌弃啊，在江边交通不太便利，陆陆续续的都搬出去了，所以呢，最后在江边就剩下我们这栋孤零零的房子了，所以现在也变成了独门独院。然后门前的这条马路啊，基本上现在是很少有人走，基本上就是，当地有人过来钓钓鱼啊，然后到江边洗点衣服啊。背后呢还有一户人家，他是从这边走的，其他老百姓呢都是从其他地方走了，所以这边呢我们也是可以停车的，就算来的朋友比较多，都是可以放下车子。然后这块位置呢，我们就不打算做一个硬化了，也准备用这个竹栏呢给它围起来，然后把这里面的竹编啊、杂草啊全部清理干净。到开年之后啊，准备在这块呢种上一点蔬菜，以后住在房子里面，我们就可以自给自足，然后自己种菜，到村里面买点米，再养点鸡鸭，过上田园般的生活了。这2块盖板已经做好了，正常的保养就行了。然后这根管子大家可以看一下，75的管子，我们是从厨房给它安装下来的。这是一根洗菜盆的排水管，然后这根管子呢，我们要从这个用个90度的弯头给它接到外面去，我们洗菜的水呢就会流到外面，不流到这个化粪池里面。这是化粪池的排污管，这个洗菜流出来的水往这个砖墙排出去之后，
那整个这边时间久，会不会有很多这个污水杂物的？我就比较担心。但是把这个洗菜的水排到化粪池里面，感觉也不好，所以还是挺纠结的。这个位置暂时还没有接吧。我们刚建房子的时候，准备是建到这块位置，但是邻居呢和我们商量，就是说把这个转角的位置留宽一点，以后呢这边过车的时候要好走些，所以呢我们还是给它留出来了。暂时呢可能不会去做一个硬化，给它挖出来种点菜，然后做个篱笆院子。这个样子呢，我们整栋房子也有块小菜地。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砖墙有1米多高，我想着的还是要做一个栏杆，做个栏杆将近也有80公分左右的高度，这个样子会不会挡住了整个院坝的一个视线呢？但是如果不做这个栏杆的话，如果有小孩、老人在这边，会不会不安全呢？所以挺纠结的。因为这个院坝呢，我们还是要给它做一个硬化，这个样子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挺纠结的。那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在视频里面留言，说说你们的一些建议怎么样？这个位置到底是不是要做栏杆，还是就这样子给它做硬化，不做栏杆更好一些呢？把这个盖板做好了之后，就可以把整栋房子的排污管还有水管全部接好，然后整栋房子的卫生间、厨房里面都可以用了。这栋房子的改造啊，也就接近了尾声。那这期啊，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大家好，我是石头。这些天啊很忙，整个院子里面的改造接近尾声了，连续给大家分享了好几期我们院子的改造过程。那之前我在视频里面提到过，我们院坝的位置将近有7到80个平方，我问大家要做硬化好一些，还是给它留着修路，种上草皮，种上花花草草更好一些。在视频里面大家留言比较多，有说做硬化好，有说种草皮比较好。那综合考虑，我想了很久，我觉得还是要做个硬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刚来改造这栋房子的时候，整个院坝长满了杂草，还有小乔木、小灌木，还有很多很多竹子。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院坝如果不做硬化的话，等明年后年可能就慢慢的往院子里面长杂草、长竹子了，到时候再来清理非常的麻烦。那我们在改造完成之前，一次性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后期我们这个院坝依然是可以种上花花草草的，我们可以买那种花博、花坛都可以。然后硬化好了之后，我们要在最外面砖墙的位置做一个花瓶柱，将近有6到80公分左右的高度。这个样子呢，整个院子就会变成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了。今天早上啊，我们也是过来有6个师傅做工，然后我要给大家煮早餐、中餐。天还没亮，我们就从城里面买水泥。今天总共是2台车子拉水泥，3吨多。整个院坝70多个平方，我们昨天拉的沙子有7方，加上以前的沙子有2方，9方沙子，加上3吨多的水泥打这个院坝。算这个费用将近也是2000多块钱。其实改造房子啊，到如今的这个样子，看着房子就是3间加上一个厨房，没有多宽，但综合算下来好几十万已经
画进去了，看不见啊，摸不着。就像我们的墙板，大家如果比较熟悉的都知道，里3层外3层，用了很多工，用了很多材料。哎呀，等把这个视频拍完了之后，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那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师傅他们做工。昨天我们拉的沙子啊，有细一点的，还有粗一点的。之前剩的都是贴地板砖的沙子，总共呢有9方。现在呢，师傅们开始搅拌这些水泥砂浆，2车的水泥，我们准备一次性的给它全部搅拌完，然后用这个水管往里面注入水，给它全部浇透。估计整个过程会有2个多小时才能够把这个沙子啊全部浇灌完。然后呢，我们要去吃个早餐，吃过早餐之后啊，继续来干这个活。今天我们的分工呢也是比较明确的，我还是继续给大家煮早餐、煮中餐。然后有3个师傅啊，在装这些水泥砂浆。还有2个师傅推车子，我们也是早早的从家里面带了2个斗车过来。还有个师傅呢，在拌这些砂浆，还有往砂浆里面注入水。我们的分工啊就是这样子，都比较明确。估计啊，这7到80个平方的院坝，我们可能会用6个小时左右给它打完，应该是在下午的3点钟左右可以打得完。其实啊，打这个院坝的混凝土之前，我们是昨天已经做了一些准备的工作。2个师傅把整个院坝整平了，意思呢，也就是把高低不平的土全部整了一遍，然后沿着砖墙的边沿，我们还装了模板。每次打这个混凝土啊，都是最累的。我记得我们刚来改造这栋房子，建好厨房，在厨房的顶上我们也是打混凝土。那一天呢是有12个人，整整是忙了一天啊，天还没亮我们就开始出发了。这栋房子的改造我们持续了将近有5个多月的时间，每一砖一瓦，每个角落都留下了师傅们的足迹，确实对这栋房子啊也有深深的感情了。房子改造好了之后，可能很多朋友就想问我，接下来怎么去经营这栋房子呢？其实之前老早的时候我就告诉过大家，这栋房子呢虽然只有1个卫生间，但是改造好了之后，我会整体的给它租出去。说起你爱的姑娘，你把手指到了远方。你说你的姑娘很美，笑起来像个太阳。你爱的姑娘，如今她不在你的身旁。为了她吃起了钢枪，若像个男人的模样。姑娘，你的模样就这样雕刻在我的心房。为了她跋山涉水，载满荣誉回到家乡。你爱的姑娘在桥下洗着你最喜欢的衣裳，在家吃着粗茶淡饭，她在等你坐身旁。带你回到了家乡，她就不再是你爱的那个姑娘。
他带着最爱的她，追寻了阳光。你给他带来最美的情话，带来了最美的花。你说你想给他披上婚纱，然后现在我们来到了2楼的位置，往这边看下去，整个院坝混凝土已经快打好了，现在师傅做一些收尾的工作。其实啊，最大的变化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院坝的那个角落，之前呢那是一个尖角，很多粉丝说那个位置啊把它做成圆形的，我们还是听起了大家的建议，所以在上一期啊，我们是专门留了2个师傅，把那个尖角的位置所有的砖还有这些之前砌的石头墙都已经拆了，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圆角的。整个混凝土啊将近有6到7公分左右的厚度，在那个角落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斜面，车子是可以开到院坝的。然后院坝我们还是要做花瓶柱，这个样子呢有老人小孩在院坝这边玩耍要安全一些。前2天啊2个师傅把这个角落处理了一下，这个样子是一个圆形的，比之前一个尖角好了许多，对不对啊？这个模板看装的也是刚刚平着这个混凝土，再从上面做上花瓶柱的栏杆，那整个院坝就算完成了。阿雷这里可能的。现在师傅们开始收拾这些工具啊，我们也准备回家了，已经是下午的4点多钟了，整整是做了一整天啊，天还没亮就过来了。别看整个院坝是没有多宽，但是用到的材料确实非常多。这个院坝呢打的混凝土也打得比较厚，车子开上去直接压在上面是完全没问题的。这个样子做出来呢，我觉得还是比不打混凝土要好多了，最起码再也不用担心啊整个院坝里面长杂草长竹子了，对不对啊？好了朋友们，那这期的视频啊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的请记得2个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我是石头，好久没来到河边这里了，这是我们去年改造好的房子，现在呢一切还是和我们刚改造的时候差不多的样子，就是这地面呢我们把草皮换成了这样的青石板，然后铺了一些小碎石在里面。今天为什么过来呢？因为啊我们门前的这处鱼池很脏，今天要把水放干净，然后把整个鱼池清洗一遍，待会儿呢我们就要过去先把水给放干。这是我们去年种的美人蕉，长得挺好的，这个时候还没干枯呢，叶子还是绿的。待会儿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鱼池给清理干净。这个水啊挺脏的，现在也没养的有鱼，要把这个池子清理出来。其实最主要的要把那个过滤系统全部给清理出来，那个过滤系统里面有沉淀舱，有那个排污舱，各方面的好几个舱，都要把里面的一些过滤材料啊都清洗一个遍。然后排水口在那边，我们先走到底下去把水放干净。从这边走过去啊，我们整个院坝是很靠近江面的，然后这边以前是长满了竹子，我们刚来的时候整个院子都是竹子，然后就发现啊改造的过程当中整个院子有点窄了，然后我们就把这外面呢用镀锌管搭建了一个基础，这上面呢铺上了树木地板，把整个院子呢加宽了好几十个平方呢。这个栏杆啊我们也是用镀锌管做的，刷上了白颜色的漆，然后大家看一下整个江面早早的都起了雾，今天也是一个大太阳天，肯定很暖和的，
早上起雾啊，说明这底下的水温是有一点点高，估计啊钓鱼还比较好拿。平时啊，偶尔我们会来这边钓钓鱼，因为闲暇之余嘛，放松一下。我已经打上了窝料，待会儿呢要在这边钓会儿鱼，看今天的鱼情究竟如何。大概1个半小时之后嘛，我们开始钓鱼。现在要先清理这个池子。这条小路呢是我们改造院子的时候修建的，基本上不变动这个地形，就在竹子之间修了一条小路，通往我们的菜地。租金是8000块钱，租了10年。在里面呢，我们铺了一些水泥板，方便摘菜的时候不踩到泥巴。这边还修了一座小桥，这边也是用镀锌管搭建的结构，然后这里呢做了一道不锈钢的门，从这边呢方便进入菜地里面。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池子的水给放干净，开始要清理了。之前专门在这里留了一道滑门，估计要换个10多分钟，可以把池子的水放干净。这会儿开启了太阳，池子里面的水还在放。趁着这个时间，我们来聊聊这栋房子。很多朋友想知道，现在我们正在改造江边的那栋房子究竟花了多少钱？拿这栋房子来做一个比较吧。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也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破破烂烂的，门前屋后都长满了竹子。然后这栋房子改造出来，有一个客厅，一个茶室，有3个房间，一个厨房，整体的利用率应该是赶不上现在我们正在改造的那栋房子。那这栋房子的改造总体的成本加上家具59万多左右，接近60万。我个人觉得这栋房子的改造相比正在改造的那栋房子难度要小一些，这边呢只是难搬运这些材料，那边呢车子可以通往院子。但是那栋房子整体改造了2楼，这栋房子是没有2楼的，2楼呢全部封闭了，做一个封闭式的。现在正在改造的房子呢，完全是可以利用2楼，然后在2楼的位置还做了一个露台。所以那栋房子的改造成本、材料都要比这栋房子多得多。而且现在正在改造的那栋房子，它的整个玻璃比这栋房子用的更多。别看这栋房子的1楼啊全是玻璃，但是我们正在改造的房子1楼、2楼全都是玻璃。玻璃和铝合金的价格是非常贵的，然后厨房也更宽一些。所以啊，很多朋友就问我，在农村想要过来养老，需要准备多少钱去改造一栋房子？其实要想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入住状态，一栋房子的改造还是要40来万左右吧，30-40万左右，然后加上家具还是要50多万。如果只是简单的改造，可能几万块钱10多万也可以完成，但是要想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还是比较难的。当然因人而异吧，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不进到房子里面去看了，因为之前已经拍过很多期视频了。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啊，你们可以翻开以往的视频自己去看。待会儿呢，水放干了之后，我们也要把这个池子清理出来了。我把这个盖板已经打开了，这边的水也全放干了，但是这里面有个抽水泵啊，这是一个新房的系统，这个泵呢已经
坏掉了，现在抽不了水，所以这里面的水基本上是不循环的。每次把这个池子里面灌满水，就是这一潭水，这里面的水啊都流动不起来。要从这里插上电，这个水泵抽起来的话，这个水啊它才会循环。所以这个过滤的这几个仓啊也不需要清理，大家可以看一下，都还很干净啊，非常的干净。基本上我们这个池子修好了之后，因为没什么养鱼嘛，所以呢就一直没用，所以这里面都是干干净净的。现在只要把这个水泵给放了，然后这个整个池子的水它就循环起来了。我们还是把这个盖板盖起来，所以这里并不需要清洗。然后这里又买了一台这个算是小型的增氧机，平时呢就放在里面养鱼呢，它也不会死掉。哎呀！平时我们就是用这块木板给盖起来，然后这边呢种上一些花。我记得上次钓了几条大鱼放在里面，没用这个网子给拦着，然后呢这个鱼就跑了，还是要把这个拦起来。专门买了一个刷子，刷马桶的，刷池子，这是新的哦。然后从这边下去吧。其实啊，我发现刷不干净啊。就是我们刚建池子的时候所说的那个问题，因为这边呢竹子比较多，平时钓的竹叶很多，所以整个池子里面的水特别的脏。如果这个位置是盖起来的话，估计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了。所以我现在刷了一遍之后，我感觉还是特别的脏，刷不干净。没用。还行。专门放了几个小石头在里面，鱼呢特别喜欢藏在这里。之前钓了一些鱼啊，放在里面养的，但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放水，没有清理，后面鱼又没东西吃，慢慢的都死掉了。现在把这个池子洗干净，过一段时间钓的鱼了，放在里面来养。其实最好的还是要把这个池子给盖起来，做一个凉亭，类似于凉亭，这样子呢，树叶子掉不下来，应该就比较完美了。池子是已经洗干净了，现在我们往里面注入水。可能啊，这个时候大家就想问，临近春节了，有没有一些闲置的房屋可以拎包入住的呢？那我身后的这栋房子，加上正在改造的那栋房子，2栋房子啊，都是可以做到拎包入住的。
当然，我们现在2栋房子啊没人打理，所以呢，入住的同时需要自己买菜，自己过来自己煮饭啊，我们就管不了那么多。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我们湘西这边小住几天，欢迎大家了啊！还是要把卫生打扫一下，虽然看起来挺干净的，但是仔细的拖一下地，还是有点脏啊。池子啊已经洗干净了，然后把茶室里面的卫生简单的弄了一下。一段时间再过来看看这栋房子吧。好了，那这期的视频啊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